朗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就来把车辆需要长期放置这个话题做个总结吧。因为怎么讲，车辆长期放置该注意很多东西，而且每台车甚至每个人停放的地方那些变数太多了，所以我从前几部讲到车辆需长期放置的影片，我大概都有讲到说，可能我只能讲个大概啦，然后详细的状况就大家可能先衡量一下自己停车的位置一些干嘛。你看像我的车，我这边没办法，积水都还没有退，所以我只能停在这边，然后树下盖着车罩。我原来自己缝的车罩已经晒烂了，所以我又弄了一个，这个是人家在卖的那种车罩，就尽量避免车漆啦。但是我的车漆已经被晒到很烂，我也没办法。那像这一次大雨，可以看到我引擎室里面都有一点水痕、水滴，真的这次雨非常非常大，我连盖车罩水都会灌进来。那今天最后一样要讲的就是油路，车辆长期放置、点火、电瓶，然后一些周边机油、变速箱油那些，我大概都讲过了。然后今天讲这个油路，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因为你如果说机油那些东西，如果放久了变质干嘛？你换个机油很方便，漏机油很方便。但是如果你的油路、你的汽油变质了，你要清什么东西？你必须把油箱整个卸下来，然后有的车还有汽油滤芯，有的在车底下，有的在前面这边都有。如果你的汽油变质，导致还要像喷油嘴阻塞啊、阻塞那些东西，都会导致你发不动。所以说，但是又有人问说，停多久算长期放置？像我的感觉啦，你看像机油会要求说5000公里或半年一换。那如果而且像验车我在老车也是1年2验嘛，所以可能我会以半年为基准啦。如果你有可能半年都不开的话，这个就可能算是长期放置了。我先说你只是原地发动这样子，这不算行驶哦。你一定要开出去晃，让那些汽油啊、机油有充分的，变速箱有充分的混动，那个才叫开。你原地发动那个不叫开，那个只是预热而已啦。预热也有好处啦，避免引擎什么缸体氧化那些都有可能。引擎外部铝合金的话，所以汽油路的话，像刚才讲到，如果你的汽油变质，你要真的变质的话，放到变质，你要解决它，你必须你必须付出很多代价。你要把油箱卸下来，整颗油箱卸下来，你要洗，然后可能汽油帮浦也会堵住，汽油滤芯可能也塞住，然后可能更倒霉的，整条油管要换掉，然后如果喷油嘴塞得很严重的话，你还要再换。所以说油路这种东西，你如果一不小心，你付出的代价太多。所以为什么机车还好啦，其实机车那个你一个人你不用千斤顶什么，有时候几乎一个人都可以处理过来，所以机车是还好。但是机车也是一样，如果是油路问题的话，也要多汽油燃料方面的问题也是要注意。所以说为什么会以油路这个来做车辆长期放置的完结篇，就是因为这样子。因为
刚刚已经讲了，如果你燃料这些东西你放到过期变质，你不注意，你可能付出的代价会比你想象的还多，比其他这些东西你要付出的成本会更大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真的长期不动的话，我建议是尽量不要啦。我还是觉得真的尽量不要，因为你应该怎么说嘞？一般人你要有一个方法，但是那个如果真的还是碰到燃料变质的话，你还是要下油箱下来洗。所以说，我是知道有些人他们如果长期不开的话，他会把汽油帮浦的汽油帮浦的电断掉，保险丝拔掉，让汽油帮浦不工作，然后你去发动车子，让油管内帮浦之后油管内的油让进到燃烧室把它烧光，整个就是油路里面都没有油了，就只剩油箱里面有油。这个也是方法之一啊，但是如果真的你还是不小心放到连油箱里面的油都变质的话，你还是要下油箱啊。就算不下油箱，你要整个洗干净也是有难度啦，然后你有可能会损失一颗汽油帮浦的，这个是一点。所以说，如果可以，我真的是建议就是停放之前油可能不要太多，然后定期的开出去晃一下，可能开个3-5公里，然后加个几公升的汽油，然后再开回来放。我会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方便的，比较好，对长期放置会比较有好处。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，这是车辆长期放置需要注意的最重要的一环。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比较因人而异的状况，像停放位置，我这边积水，然后树荫下、鸟大便，然后潮湿，然后有的可能停路边，有的人可能停地下室，所以面临的变数会不一样啊，所以那个就不细说了。好了，今天车辆长期放置需要注意的就以油路为完结篇。OK 了，我要继续骑蚂蚁，车上很多蚂蚁，这就是我的困扰。好了，谢谢，拜拜。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小只的螳螂了。拜拜。